好，我是小马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是一期粉粉嫩嫩的视频。如果你点进来，我猜你不是为了给女朋友买包的钢铁直男，就是少女心未泯的大龄少女。好多女生都说年轻的时候喜欢黑色呀，比较深颜色的色系。年龄越大呢，反而越向往这种粉色。我平时很少穿粉色的衣服，拎粉色的包，因为我觉得穿上有点不像我自己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我发现我也没有逃过这个粉色的定律。衣服呢，鞋子七七八八也没有少买。如果你也有同感，请在下面抱团留言。入了爱马仕的坑，剁手粉色的包就跟买口红一样，刹不住车了。毕竟爱马仕呢是色彩大师，在颜色上圈钱的功夫了得，什么唇膏粉、新唇膏粉、樱花粉、新樱花粉，隔几年又换个色调，又能刮起一阵大风。我虽然不是那种见粉色就收的那种粉色狂人，但不知不觉也把爱马仕人气的粉色都凑齐了。如果你还在这几个色号之间纠结，可以仔细的对比一下。你要是问我最喜欢哪个粉色呢，我还真的是回答不上来，因为同样的色号在不同的普皮、稀有皮上显色都是多少有差别的，用在不同的包款上出来的感觉和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看整体组合，我的心头号肯定是这支超级限量版的樱花粉的 Kelly Doll。这个呢是5P 樱花粉2010年春夏推出的粉色，和这个豆露呢是同一个年份。后来2015年爱马仕又出了风头更盛的 3Q 新樱花粉，所以现在大家说樱花粉指的就是 3Q Rose Sakura。5P Pink 呢还有一个昵称叫做泡泡糖粉，确实呢感觉甜度很高，看到它就想起来小时候吃的棉花糖，有没有？这两个包呢颜色可以看到吗？两个颜色是一样的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显色啊。这个光滑的皮呢是咖喱巴皮，这个呢是康康，这只是 Epsom 皮。在不同皮质上面，5P 的显色还是有点区别的。在一皮上呢，它显色感觉更浓更深一些。今年的春夏，事隔20年，5P 粉色又回归了，人气还是不减当年。我觉得刚好也是赶上2021年的流行趋势。这2年疫情真是把大家憋坏了。前几年主流的莫兰迪色系、中性色就不如绚烂夺目的各种彩色更受欢迎。今年呢，这种泡泡糖粉在各大品牌的秀场上都有出现，我觉得它是比较有个性的一种粉，配上那种小黑裙儿或者是小皮衣出街，真的是非常又可爱又酷。今年春夏除了5P 回归、3Q 樱花粉、5R 桃粉色这些停产的人气粉色也都回归了。最近几季流行的 8W 杜鹃粉、EQ 彩脂粉、U5 唇膏粉等等也见到有出。另外今年还出了一个新色号90覆盆紫色，它跟5R 桃粉色挺像的，稍微呢就是深一点点，感觉这个颜色呢特别适合做口红。大家觉不觉得就是买口红会上瘾？可能在直男眼中啊，觉得没有任何的差别，就那么一点儿微妙的差别，让你永远对新的色号没有任何的抵抗力。爱马仕的粉色粗略一数就有几十种，从这种高雅内敛的到浓艳热情的，满足了女孩子们对青春一切美好的想象。这样的做法呢，在商业化的时尚业界很难被模仿。能够每一季推出新配色，还能让粉丝为之期待、为之津津乐道，大概只有爱马仕可以做到吧。从这一点也能感受到爱马仕对审美和工艺的追求和热爱，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这么贵、这么难买，还拥有这么多死忠粉儿。话说回来，爱马仕的上百种颜色里，粉色系的人气度和关注度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高的。但是这2年呢，粉色的市场价值其实整体是一个走低的趋势。当年红极一时的15糖果粉呐，还有5R 桃粉色呀，那种比较艳丽的荧光粉色，死亡芭比粉现在就没有以前那么抢手了。我觉得还是人们的审美和时尚的潮流，包括女性对自身身份和价值的理解，都在产生变化。我们说爱马仕每个色系里都有保值和不保值的颜色，那么像这几种都是粉得够粉嫩，比一些又橘又粉、
混的不是很好看的颜色，人气度和市场价值更高。最想要的粉色，我估计大部分人都会选这个 3Q 樱花粉。为了让大家颜色看得清晰，我特意拿了一个大大的 Apelin， 特别惹人爱的粉色，买了不一定会背它，但就是忍不住想拥有，还想把所有的包款都集齐，它就是有这样的魔力。3Q 樱花粉呢，从2015年推出到现在，不管在专柜还是在二手市场上，一直都是一包难求，配货比也是高过3大金刚色的，是爱马仕最保值的颜色之一。这个颜色呢，出过各种包款 ，Birkin、Kelly、康康。Mini Kelly 1代、2代，还有Lindy、水桶等等等。刚推出那年呢，我刚好去米兰专柜，很幸运的爆出了一只2代，而且当时是已经在超出配额的情况下拿到的包。对买包经历感兴趣的，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观看。樱花粉今年回归呢，只有 S 皮、山羊皮和 TC 皮。我手里的这只 Apelin 呢是 TC 皮。颜色呢很温柔，很从容，注意力很容易被它吸引，好像看到它什么焦虑、烦恼都通通抛到脑后的感觉。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小清新，就是这个2019年春夏推出的X9锦葵粉，它是带点紫色调的粉色，粉里面呢掺杂着一点点那种紫罗兰的感觉。淡淡的，非常的清新，比较多呢是出在这个一皮的身上，也有山羊皮的小皮具，有这个颜色的。最近呢 Birkin 外缝也出了这个颜色的，很期待看到实物。锦葵粉从推出到现在热度一直也没有下降过，它的市场价值呢比3Q 樱花粉会低一点点。我觉得这个颜色呢很素雅，穿素色的衣服不分年龄都是可以背的。同样呢是可爱的冰淇淋色，这个 EQ 材质粉不是特别的艳丽，也不算是特别的低调，颜色饱和度恰到好处，比较马卡龙粉。我手里的这支呢是一皮的 Kelly 的25厘米配银扣，凹造型神器，特别的出片。春秋季呢配奶茶色的外套，然后很青春的感觉，好像西瓜奶茶的颜色，看看就感觉哇，心情好好啊。比它深一些的也是暖调的粉色，就是这个 8W 杜鹃粉。这个颜色呢和3Q 樱花粉是同一年2015年秋冬推出的，它跟U5唇膏粉很接近，比 U5唇膏粉呢就是更艳一点点，它也被叫做新唇膏粉色。我手里这支呢是 S 皮的 GJ 的手包，信封包的设计，上面是标志性的 H 扣，整体穿搭呢用这种亮色的小包包点缀一下，非常的提气。跟 8W 放在一起呢，这两个颜色看着是很像的，都是偏珊瑚粉的暖色调，在 S 皮上有点难分出哪个是哪个。这支 Possetto Kelly 是 K4 夏日粉，2018年的秋冬新色，也是很 ganky 很有活力的一个配色。仔细看的话呢，夏日粉比刚刚的这个 8W 稍微会浅一点，更柔和一点点，又比 EQ 材质粉得更深更浓厚一点点。这3种粉色的市场价值目前呢都是差不多的，只能说爱马仕太会圈钱了。EQ 比较多用在一皮的身上，而 8W 和 K4 比较多是 S 皮，因为一皮呢染色它更显色，皮质也更耐用，所以感觉上 EQ 比 K4 和 8W 要贵一点。夏日粉呢还有一个很浪漫的昵称，叫做夏日玫瑰粉，在25以下的小尺寸的包身上用的比较多。像这种全年四季呢都可以用。除了这些冰淇淋色，爱马仕的粉色系还有很多比较深、比较艳的玫粉色，比如鳄鱼皮的 J5 天方夜谭粉啊，还有我手里的这支15糖果粉，还有去年推出的墨西哥粉，还有今年的新色覆盆子粉等等。你最喜欢哪种粉呢？留言告诉我，点击订阅看更多爱马仕购买攻略。我们下期见。